基隆、桃园、苗栗、台中、南投、云林，错过住宿，半夜换住宿，景点没开，赶路，被蚊子咬，拍到剩自己，爬山找路。这是我前几天的环岛故事。你好，我是说书人 Vocal， 我一个人带着一堆照相机开始环岛了。玫瑰花行程，拍到哪就住哪。没办法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每一天会拍到哪去。今天摄影师朋友也南下，我们汇合了，准备去拍隐藏在嘉义的三国英雄和北港的信仰堡垒朝天宫。走吧。Hello， 早啊，我是 Vocal。那今天呢，旅程已经到了下一天了。我的环岛旅行啊，要从台中终于把基地搬到嘉义去了。但嘉义我可能只会住1-2天吧。后面还有台南、高雄，哇，还有东部啊、屏东啊，什么真的太多了。今天的这个目标是要去嘉义的正天宫，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北港朝天宫。这2个地方是必拍的，同时晚上也想要去享受一下嘉义的这个人文风情。我从小到大其实只有去过1次嘉义，而且很短暂，所以这一次我就想要去好好的享受一下。走吧。哦。嘉义，这是嘉义。到了正天宫了。其实它正面看的时候还蛮正常的啊。其实它有隐藏着蛮漂亮的画面，我们等一下用其他角度来拍一下给你们看吧。走。正天宫以前的名字曾是正天宫。在1961年时，第一届主委刘福气先生看到香炉震动，认为这是神明要建庙，就投入了立庙的工作，花了3年的时间建成。当我们从正门进入后，能看到左方是供奉赤兔马的赤兔御马祠，右边则是金炉亭。至于吸引我前来的巨型三国英雄像，每一尊都高达5.5公尺，是1982年落成的，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。据说这是全台唯一供奉桃园结义3英雄的庙宇。从小就喜欢《三国演义》的我，亲临现场时，有种说不出的亲切，感觉跟童年的自己重逢了。谢谢正天宫，让美好的传说能够在嘉义继续守护着人民。接下来是北港朝天宫。其实我每个庙我都很想花时间好好的去它的里面走一走啊，跟它里面的这个庙方人员聊一聊啊什么的。可是像今天的话，我朋友也有一起来拍，那是很想要耽误他们的时间啦。有机会的话再去深入了解，因为台湾实在太多这种很不错的庙，你也说真的也拍不完，了解不完。好啦，那现在去北港朝天宫看一看吧，走。我超喜欢开进这种小路里面，因为两边都是田野，然后有时候又都是树啊，然后都是农家，看人家在务农很疗愈。这种自然跟人类结合的现象画面真的很令人喜欢。
朝天宫俗称北港妈祖庙，清朝康熙皇帝时就建立了，至今有将近326年。不但看尽了几代人的一生风华，也陪着无数人走过心中的晴雨。它是全台妈祖庙的总庙，分灵遍布全球。除了信仰上是人心里的堡垒，外观上也是壮丽的不可方物。若是初次从巷弄外抵达朝天宫，必定会被它隐身于世的巨大反差、雄伟形象所威慑。每年朝天宫有2次北港妈祖绕境祭典，一次是农历正月15元宵节，常举行花灯比赛，寺庙周围特别美丽；一次是3月23的妈祖诞辰前后，从19、20号家家户户都会办桌宴请宾客，北港将涌入数十万人，特别的热闹欢喜。我走在中山路老街上，也随意钻进附近市场小巷中，发现这边店家还是保留着浓浓的古味，不管是巴洛克式建筑，还是卖的食物和器具，都仿佛让人时光倒流，进入了外公外婆的年轻岁月。我刚刚开在那个小的乡镇道路上面，就旁边都是田嘛。其实我人很累啦，因为我已经开车开一整天了。像现在这个路其实也是蛮小条，然后旁边就是零零星星的有人住啊，然后有农田啊。晚上看到一些旧杂货店，我刚刚整个人就是好开心，好感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种感觉，黑黑的，然后自己一个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开着这种乡间小路，又会当然有一点点说不是这么的熟悉，但是就觉得很开心，很自在，很放松。而且我觉得台湾或者说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地方可以去啊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，能够这样子到处跑，真的太好了。建筑原本没有生命，但当有了故事，就产生了微妙的记忆和感情连结。小时候啊，觉得庙只是我捉迷藏的场地，现在才发觉一砖一瓦的背后，可能都是前人的心意。在这个快又浮躁的时代，要怎么保有生活和心情的平衡？我想，这些老时代的智慧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。下一集来点好吃的，一直听说嘉义的鸡肉饭出名，我想来都试试看再说。另外，我们还要去让我非常惊艳的城隍庙。我是说书人 Vocal， 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